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暗黑风烟2代：巫师之火》，使用的角色仍然是法师弗雷亚。上半期攻略了前3关，本期开场是第4关坎南沙漠。主人公一行来到这儿是因为发现了黑暗巫师，要在空中的浮游城堡里边开启龙神殿。而想要到达浮游城堡，就只能通过坎南沙漠当中隐藏的阿克巴尔的陵墓中的圣魔法阵。开场要找2个石板才能进入阿克巴尔的陵墓，一进来就要面对一场小 BOSS 战。这个 BOSS 只能在水晶发光的时候攻击水晶，其他的所有单位都是无敌的，包括2个石像鬼。屏幕当中能够见到新的敌人木乃伊。这个版面实际上是有分支路线的，咱们可以选择走上路，也可以选择走下路。上路的危险性更高一点，敌方还有铁球的机关，但是获得的宝箱资源要更多。右边的房间里边也有几只木乃伊苏醒了，咱们可以隔着墙用火焰烧。这个时候咱们转下路也是来得及的，但是下路稍稍有点绕路，而且我自己玩这款游戏的话是比较熟悉上路的路线的，毕竟我血量现在也不多了，所以也不能冒险，越到游戏的后面打的就越要小心。魔法槽现在满了，放一个变身魔法。变身之后的火蜥蜴是有碰撞伤害的，但本身也怕挨打。被击中之后，咱们的魔法槽就会大量的下降。如果刚才走下路的话，就会从下面这扇门进来。前方可以进入下一个版面了，但是右下角有一个宝箱，我不太甘心，想要收走。鹰身女妖是非常讨厌的敌人。这里就是本关的 BOSS 战，要打2尊石像。这2尊石像最可怕的攻击方式就是他们的近身重拳。以我现在的血量是可以秒杀的，就是刚刚这招，但好在他的攻击距离比较近。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攻击键我是开了连发的。这款游戏使用法师的话有2种攻击思路，一种就是蓄力，攻击的间隔稍长一点，这样单发的威力就比较高；还有一种就是开连发。如果你的连发开的比较快，那实际的输出效率是要高于单发蓄力的。这一点打本关的 BOSS 表现的尤为明显，因为这2个家伙是除最终 BOSS 之外提最后的 BOSS 了。最好是把他们2个往一起引，如果他们2个分开走位的话，一是打起来比较慢，二是
两尊石像的技能如果配合起来还是比较难躲的，毕竟他们也是有范围比较大的攻击方式。这种地震攻击让我想起了拳皇的大门五郎。这里就是圣魔法阵。主人公的团队叫做光之骑士，让我想起了《最终幻想》的光呆。光呆这个梗就是来自于《最终幻想》，光之战士们做任务的时候只知道呆呆的跑路。最后一关空中城赛，本关开场的难度非常高，这个地方敌人超级多，我没办法使用了一个变身魔法，大概把门口这一段混过来一半，然后再次积攒魔法，希望再积攒一个变身出来，不然的话敌方的数量又多又抗打，非常难以处理。法师又是比较脆皮的单位，空中飞行的这种头叫什么怪啊？咱们这边应该是叫飞头蛮，但是西方文化里边不知道叫什么。他们发射的光圈没有攻击力，但击中主人公之后可以让你的方向错乱。刚才还冲出了2只牛头人，2个牛头，太刺激了吧，让人浮想联翩啊！我的魔法攒满了，但是这个地方我没有选择马上变身，是因为变成火蜥之后，你的体积非常大，前方是一个雷电陷阱的阵，挨打几次，咱们的魔法就算是白攒。视角方面经常有云层遮挡，其实模拟器的功能如果比较完善的话，咱们可以通过屏蔽特定的涂层来把这层云给抹掉。刚才这种方法也适合一些房间里边关灯或者是有雾的场景。当年玩游戏想都没想过有这种可能啊！但是现在玩家手里的工具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进来之后是一场 BOSS 战，这里要打一只蜘蛛精，一共有2个阶段。第2个阶段它会放出分身，不过毕竟是一个小 BOSS， 难度不高，注意走位就行了。魔法一会儿打2阶段的时候就可以放了。这个 BOSS 的分身非常奇妙，分完了之后，它的本体没有影子，而它的分身有影子。它的弱点是它的分身，咱们每次攻击分身之后，本体都会闪光，代表受到了伤害。一般来说，很多游戏如果设置敌人能够分身的话，都是本体有影子，弱点是本体。但是这款游戏反其道而行之，我
我变身魔法的输出效果并不好。对于火蜥来说，蜘蛛的移动速度太快。本体没有碰撞的伤害，它冲过来的时候，咱们躲着分身就行了。一会儿进门之后，咱们会面对一只龙。这只龙我建议不要和它纠缠，大家注意左边那个宝箱，里边是可以增加魔法的道具。这个时候咱们放一个魔法，直接从悬崖上走上去就可以了。游戏的本意是让咱们从这些移动的平台上走，但是释放魔法之后可以无视悬崖的效果。我感觉这个地方是游戏出厂之前没有调试好，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 bug。因为刚刚的恢复魔法的道具实际上是让咱们捡到之后留给最终 BOSS。最终 BOSS 开场是有魔法屏障的，咱们可以把它打碎，这样就可以对 BOSS 的本体造成伤害了。但是这个家伙的皮真的是超级厚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每次他受伤之后都会有一个1秒钟左右的无敌时间，这是其他的所有 BOSS 都不具备的。所以打他的话，必须使用蓄力之后强力的攻击对他造成伤害，连续攻击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。这家伙的攻击手段也是比较多，能够召唤骷髅战士，能够释放陨石，还能放黑洞。另外自己也可以释放魔法球，3项的。每一种攻击方式其实都不难度，但是这里要注意，尽量控制一下 BOSS 召唤物的数量。如果超过4个的话，那咱们走位就会变得相当困难，因为这里的平台边缘是能够掉下去。另外也不可以接近 BOSS， 近身的话 BOSS 会伸出很多尖刺。我这里就是尽量先攒一下魔法，把变身魔法先攒出来，找一个好机会进行输出。2种骷髅战士白色的基本上就是一个骨架，没有盔甲，所以耐久也是比较低。咱们一发蓄力，再补上一个任意的其他伤害，就可以把它们清掉。但是穿着盔甲的骷髅战士还是比较难处理，它不仅耐久高，而且可以远程释放飞行道具。BOSS 已经半血以下了。当他释放黑洞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方向拉满。我的血量也不多了呀。可以变身了。变身之后的伤害特别高，比咱们自己输出可是强多了呀。打完之后 BOSS 是逃跑了，这就给续作留下了一个伏笔。但是这个系列也就到此为止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暗黑枫叶：巫师之火》，使用法师通关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